你有多久没有听到关于大不勒跌的新闻了？曾经英国的新闻热度可是跟首相直接挂钩的，从轰轰烈烈搞脱欧的特蕾莎梅跟黄毛首相约翰逊，到一跃首相特拉斯，再到印度老好人苏纳克和工党领袖斯塔默，不到8年，英国已经相继换了5任首相，堪称历史奇迹。他们有的是因为脱欧一直脱不掉，于是干脆甩手不干；有的是因为脱欧脱得太干净，被迫辞职。还有的是看见漫山飘红的财政赤字后，直接辞职甩锅，不惜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权力拱手让给工党，颇有一种这破首相谁爱干谁干的不屑气势。那么问题来了，脱欧后的英国经济是如何一路下坡的？是英国执政系统出了问题，还是产业空心所带来的经济反噬？本期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当下英国这本难念的经。提到脱欧，很多人认为只要在欧盟宣布自己要脱欧，然后签一纸合同就搞定了。但其实这事儿远没那么简单。就拿英国来说，自打加入欧盟后，它就陆续跟欧洲各国在各产业达成了深度融合，并且凭借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优势，逐渐将产业空心化，以此来长期保持英国在欧盟的产业高顺位。直到2016年，卡梅伦搞脱欧公投玩脱了，原本大家都觉得公投只是彰显民主的游戏而已，没人觉得会真的脱欧，所以上到英国政府，下到企业机构都没有准备脱欧预案。也因此，当脱欧公投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不知道下一步棋究竟该怎么走。可眼下木已成舟，即使英国高层有千百万个理由不想脱欧，也要执行下去了。于是，在卡梅伦引咎辞职后，特蕾莎梅走马上任，主要领导英国脱欧进程，在脱欧谈判中为英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避弥合因为此事所带来的党内矛盾和社会分歧。遗憾的是，这位女首相不仅没有重振当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英姿，反倒是在欧盟与英国议会之间反复受夹板气，可谓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备受折磨。好不容易谈出一项脱欧法案，结果拿到英国议会后直接不予通过，自己落不着好的同时，还要被骂是蠢女人，有丧权辱国之嫌，说什么我大英帝国向来都是跟别国签不平等条约，哪有我们吃亏的份儿。显然，英国议会压根就没想好好执行公投结果。于是，梅姨在经历了3次议会投票失败后，将首相位置交给了约翰逊。当初脱欧公投的时候，就属他闹得最欢，让他接班再合适不过了。约翰逊一开始还是挺充满激情的，可他很快就发现这事儿有些不对劲。他来来回回在欧盟跟议会之间跑了2趟，但方案却始终不予通过，这让他很是不爽。于是，一怒之下直接动用首相权力解散了议会。在重组议会后，才终于让英国在2020年12月31号完成脱欧进程，结束了维持3年半的脱欧过渡期。而这漫长的脱欧过渡期可把英国自己给坑得够呛。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体系受到冲击。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金融一直处于行业的高生态位。然而脱欧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直接让投资者对英国失去信心。因为在金融行业向来没有是非对错，哪里稳定安全，资金就会去往哪里。显然，正处于脱欧过渡期的英国并不是世界投资者的首选。其次是供应链成本的骤然增加，英国产业结构空心化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农业仅占总产值的 0.5%， 工业仅占 20%， 而服务行业则趋近于 80%。 在脱欧前，英国还能凭借高收益的第三产业躺着赚钱。可是自从脱欧的风吹过来，未来的贸易往来是否有关税，上游供应链是否稳定，下游销售是否存在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就扑面而来。英国企业天天盯着英国政府到底能不能脱欧，可这一拖就拖了3年多，结构无法确定，战略无法规划，游戏规则一天一个样，换做哪家企业都吃不消。更严重的是，在正式脱欧之后，英国企业依然吃不饱饭。虽然英国仍然与欧盟国家保持自由贸易，但货物入关出关的手续从以前的寥寥几份激增到平均180份，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换句话说，生意还是那些生意，但用人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英国的高福利社会，用人成本更翻了番的往上涨，这也直接导致了企业利润高速下滑。然而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才仅仅是开始，英国的经济寒冬在约翰逊辞职之后才真正展现。2022年，约翰逊迫于压力正式辞去首相职务。他本以为自己是脱欧的功臣，民众会大力支持他，可事实却截然相反。英镑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飙升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约翰逊内阁的频繁辞职也间接证明英国经济并不乐观。到英国历史上第3位女首相特拉斯走马上任时，他才发现眼前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烂摊子。挑重点的讲，特拉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赤字。根据英国财政部统计，2022年至2023年，英国财政赤字为1392亿英镑，占 GDP 的 5.5%。看起来不算太多，但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化解赤字。上面咱们提到过，脱欧过渡期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因素重创了英国企业，加上国民福利居高不下，收入少花钱多，打破了英国财政赤字的动态平衡。
特拉斯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受限于英国政治的独特性，如果此时增加财政收入，反而会让已经陷入寒冬的英国企业雪上加霜。若民心向背，就会失去选票，而选票又是保守党持续执政的关键。所以特拉斯只能硬着头皮推出了大规模减税计划，想要在动荡期间赢得更多选票。然而事与愿违，英国市场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迷你预算减税不但没有起效果，反而让英国金融市场股票、汇率、债券迎来三杀。通货膨胀加剧，民众生活成本继续飙升，甚至有英国民众声称这种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亚于苏联当年的休克疗法。这种形容虽有夸张，但也确实能反映问题。在英国一系列负面消息接踵而至后，在任45天的特拉斯果断辞职。此时所有人都在猜测，这场背黑锅的击鼓传花到底会在哪位首相任期内结束。紧接着就来到了印度裔首相苏纳克的时代。少数族裔担任首相本来是一件能够振奋人心的好事，所有人都希望苏纳克能够在平等视角下改善英国经济结构。但好景不长，阻止苏纳克振兴英国经济的头号敌人不再是欧盟，而是俄乌冲突。随着美国对乌克兰无休止的军事援助，英国也不得不跟注。从2024年起，苏纳克签署了对乌军事援助的长期合同，从最开始说好的25亿英镑涨到27亿英镑，再到公开保证每年至少对乌克兰援助30亿英镑，这些钱就这么一步步打水漂了。如果你是英国国民，你会支持吗？当然不会。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赤字没有解决，每年还要花出去30亿英镑，简直就是屋漏偏逢连夜暴风雨，国内经济怎能吃得消？面对此危机，苏纳克倒也不急，他想到的解决办法非常朴素，那就是涨税。没错，特拉斯没把税降下去，反而让税收直接反抬至高位。根据英国财政机构数据表示，苏纳克在位期间，英国税收占国民总收入的 37%， 是继1948年后最高的税收幅度，达到70年最高水平。通过高额的税收，这才将飘忽不定的财政赤字稳住。当然，受苦的依旧是英国老百姓。在经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后，英国民众又迎来重税的压力。面对这种病入膏肓似的经济现状，很难有人为苏纳克喝彩。从脱欧开始，再到2024年，英国民众在生活一系列高压下，逐渐对保守党失去信心。一场惊人的政治地震正在英国展开。2024年7月4号，英国举行下议院选举。作为英国政治的核心机构，下议院选举将关乎哪个党派会成为新的英国掌舵人。然而这场选举结果却震惊世界，工党一举拿下410个下议院席位，而保守党仅获得131席。这意味着执政14年的英国保守党已惨败落幕。与此同时，苏纳克也在保守党惨败之后离任英国首相。工党拿下了夸张的席位数量，恰恰客观反映了英国经济在脱欧之后的颓废。民众抱着死马当活马医，选谁都比选保守党好的态度，愿意给工党一次机会。但工党真的抓得住吗？2024年7月5号，英国工党党魁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斯塔默作为工党代表，执政思路自然是保证英国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高国民福利待遇，工资社保继续上涨，这也让他短期内获得英国民众的一致好评。可还是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脱欧所带来的经济阵痛并没有完全愈合，财政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提高社会福利，是否是饮鸩止渴呢？如今斯塔默所带领的英国工党已经执政1年多，在英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这1年内几乎没有，世界再也没有听见英国所发出的声音。谁也不知道这是一切走向平静的结局，还是暴风雨到来前的最后宁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英国脱欧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是不争的事实，英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回首看脱欧这10年，真的要把英国衰落的罪魁祸首怪在脱欧这件事情上吗？其实英国脱欧闹剧是英国在国际博弈中逐渐失权的必然产物。民众之所以选择支持脱欧，来源于对政治与经济独立性的深度渴望。脱欧是好是坏，也许民众根本不在乎，但脱欧至少意味着政治独立、经济自主，英镑掌控在英国人自己手里，而这些恰恰是英国重新走向世界霸主地位的必然途径。当年约翰逊作为英国脱欧的拥趸，凭借一句 Take back control 的口号就激起民心，这也恰恰证明英国对恢复霸主地位的渴望。在约翰逊的规划下，英国应该重新恢复伟大不列颠外交，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独立自主，不再当美国的小弟，反而希望日后能跟美国与欧洲平起平坐。这种高傲的外交战略正是英国想要蔑视欧亚，夺回美英关系自主权的前兆。不妨我们将眼光放长远，英国第三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逐渐下降。如今英国在汽车工业比不上中国，传统电子比不上荷兰美国，工业比不上德国，服装奢侈品比不上法国，甚至连餐饮也比不上西班牙。英国民众在竞争当中日子过了1年不如1年，自然就会产生脱欧的打算。
这才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至于闹剧持续到今天。所以英国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脱欧，而是帝国辉煌早已不在。在没有殖民地持续书写后，在全世界的红利逐渐吃干净后，英国的荣光早已不在，这是掠夺者必然经历的结局，更是傲慢者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失去霸权后，一向引以为傲的君主立宪还是否存在优越性？咱们就搬好小板凳，切好西瓜，好好看这场热闹大戏就行，说不定还会有惊喜发生。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被人们誉为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46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了。到了今天，英国更是只能沦为美国的小跟班。在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为著名的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毫无疑问是最威名赫赫的那一个。即便由他创建的殖民体系已经衰落，但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呢？英国在逐渐掌握殖民地的过程当中，又做出过哪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呢？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成为主导全世界的霸主，它也一定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和手段。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殖民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前3个世界霸主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控制大量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为了给自己掌握的那些海上贸易路线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直到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就是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击败。可是，英国人的战绩却最终给荷兰人做了嫁衣。在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贸易体系，荷兰就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已的英国人只能够选择继续发展，同时寻找机会来击败荷兰。不过，好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在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就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海洋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英国的财富就呈现出了指数级上升的势头。但英国的统治者也深知，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财富都极有可能会激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向荷兰人发出挑战。最终，在1780年爆发的第4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终于将荷兰人给击败了。从此以后，荷兰人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光环，曾经由荷兰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居然能够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玩出许多新花样。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建立殖民地之后的英国就应该对当地人大肆搜刮，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了。但英国人的做法却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英国人在进入殖民地之后，并没有急着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是热衷于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而且，只要这些殖民地官员按时向英国缴纳税款，那么他们无论在殖民地内部做出什么样的勾当，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后来，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都无数次地复刻了这一套方法。由于这套方法异常的高效，甚至就连后来法国人去非洲搞殖民的时候，都跟英国人学了起来。而且法国人为了加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他们几乎将殖民地的一切管理权都牢牢抓在了手中。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殖民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给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干杂活了。在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优点和劣势之后，英国人还做出了一个新举动，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印刷由英国人自己提供的纸币。至于这种纸币到底应该印多少，则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些纸币来收割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英国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等方式，以方便在殖民地制造人为的饥荒。有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今天的英国政府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事务，但为了镇压全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抗，他们还是成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时而前往印度镇压当地的起义，时而赶往非洲与那里的土著黑人展开战斗。只要哪里有英国的殖民地，
镇压的枪声就会传到哪里。通过不断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逐渐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同时英国人也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市场，这使得英国几乎成为了人类殖民史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每一个小时都有殖民地处在日光之下，因此当时的人们将日不落帝国的绰号送给了英国，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此也非常受用。可是持续不断的殖民战争已经大量消耗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正当英国忙于镇压非洲各地的起义时，一个在美洲大陆上的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不久之后，这个曾经同样处于英国殖民体系之下的国家就将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发起一次全面的挑战。随着2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势头，这使得英国不再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很快，代表着旧殖民体系的英国和法国就与代表后起工业国家的德国发生了战争，但此时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已经有了介入欧洲战事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始终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才宣布下场，站在协约国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对于英国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惨胜。一大批年轻人死在了战场上，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本没有人来执行。无奈之下，英国人只得将希望的目光看向了美洲。因为美国人虽然参加了世界大战，但也在战争中赚到了不少钱。相比于当时在战争后迅速没落的英法两国，美国的家底还是十分雄厚的。在与欧洲展开了贸易之后，美国人也的确帮助英国解了燃眉之急，但那些曾经归属于英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就被美国人给掌握了，而此时美国的造船能力也根本不是英国所能企及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众都看了出来，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美国人的天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人们很快就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猛攻下一败涂地。这一回，英国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美国人也的确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但这个时候，美国却提出了一个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拒绝的要求：战争结束以后，全世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此时的英国人纵使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但他们在美国人的面前还是必须点头，因为英国政府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再去维持一套以英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了。最终，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正式敲定了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货币体系。当年英国人用来操纵世界的金融工具箱也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援助资金。虽然英国人拿着这些援助资金重建了家园，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魄力和雄心。到了今天，英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徘徊在低谷之中，甚至就连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 GDP 总量上也直接超过了英国。不过客观的来说，这个小岛国也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殖民主义的事业的确曾经给英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与利益，但它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与悲痛却是谁也无法抚平。即便在100多年之后，英国也必须为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必将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旧时代的美梦中，不愿意醒来。在他们的美梦当中，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时代发展的浪潮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停滞不前。如果某些人再执迷不悟，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被淘汰的结局了。